1989年，一紙調令從北京發到上海，江澤民臨危受命，出任中共中央總書記。他本來打算从上海市委书記任上退休後，回母校上海交大当老師，連準備工作都做了一些。結果一紙調令徹底改變了他的人生軌跡，他甚至沒有任何心理準備就被推上了那個位置。臨走前，他的老領導汪道涵送了他2句詩：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必趨之。這是林則徐當年被貶新疆時寫的，意思是只要對國家有利，個人的生死荣辱算什麼。到中央工作後，江澤民見到鄧小平就引用了这2句詩，表明自己的態度：既然組織把我放到這個位置上，我就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當時國內剛經歷了政治風波，人心不穩，國際上蘇聯即將解體，西方國家對中國虎視眈眈，所有人都在問同一個問題：改革開放還搞不搞？中国會不會走回頭路？江澤民在13屆4中全會上果斷回應，一句是堅定不移，毫不動搖，一句是全面執行，一以貫之。這2句話定了調子，改革開放的方向不會變，黨的基本路線不會變，但光喊口號沒用，得拿出真東西。當時經濟體制改革對到底搞什麼模式爭論很大，江澤民一邊抓黨建抓思想工作，穩住基本盤，一邊廣泛聽取意見，進行理論探索。最終他根據鄧小平的思想，明確提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目標，並在14大上正式確立。從此，中國經濟改革有了清晰的方向，進入全新階段。1997年是個關鍵年份，年初鄧小平去世，全世界都在觀望。沒有鄧小平的中國還能高速發展嗎？年中香港回歸，年底15大召開，3件大事疊在一起，考驗着這位接班人的能力。江澤民在鄧小平追悼會上明確表態，鄧小平理論和在這個理論指導下制定的基本路線是我們必須遵循的行動指南。到了15大，他進一步把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正式以鄧小平的名字命名，寫進黨章，確立為黨的指導思想。他在報告中說，旗幟問題至關緊要，旗幟就是方向，旗幟就是形象，這是對國內的宣言，也是對國際社會的回應。中國的發展道路不僅不會變，還會更好地向前走。但江澤民知道，光繼承不夠，還得創新。進入新世紀，世界在變，中國也得變，很多深層次的新問題冒出來了。他思考最多的一個問題是，在對外開放和發展市場經濟的條件下，怎麼讓黨不變質，始終保持生命力？他要怎麼做才能交出一份滿意的答卷？上任時所說的話，他做到了嗎？他又是如何完成權力交接的呢？請點進主頁，下集為您揭曉。